迎收看关键时刻。今天习近平跟普丁两个人见面了。而在习近平去俄罗斯之前，我们昨天有跟大家提到，在这个俄罗斯的报纸里面，他特别有提到台湾。他说，今年也是台湾光复的80周年。这篇报纸出来之后，今天我们的政府非常的强硬，直接非常的大白话发了这一篇文章。我直接给大家看标题，他说外交部严正驳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数名文章中扭曲史实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等谬论，他已经是不演了。他们以前过去你可以提到中国，但今天直接写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于是贴脸开大，甚至直接讲白了，扭曲事实跟等决议等谬论。我们想问的是，过去能不能讲这种话？不能讲，因为这种话讲了之后，两岸的情势会升高，而且美国没有同意之下，你怎么敢讲？像美国跟中国中间来说，最重要的议题当然是台湾问题，而且范斯已经说了，这一次他们的贸易谈判里面绝对不会谈到台湾问题，所以也就是说，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另外一个拳头要对付中国。好，那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这几天的时候呢，不是习近平去访问这个俄罗斯吗？所以他今天已经跟普丁见面了，从下飞机，然后一路进到克里姆林宫，哇，都受到高规格的这个待遇。那当然了，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他到这个俄罗斯的时候，他在俄罗斯的报纸上面发表一篇文章。他这个文章当然是要把台湾框在他们中国的这个框架里面。他还说，今年是台湾光复的80周年，然后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部分。好，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他要到俄罗斯的时候发表这个？因为5月9号就是俄罗斯二战终战日嘛。他说，我就是终战的一部分。他说了，因为有开罗宣言还有这个波茨坦的公告等一系列的文章，然后还有法律文件，然后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然后其历史还有法理的这个事实不容置疑，然后还有联合国大会这个第2758号决议文的权威性不容挑战，所以等于是说他用这几个文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联合国大会的这个2758号决议文，就说台湾就是属于中国的，所以呢，台湾跟中国必将统一，然后俄罗斯也同意这样的说法。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要在国际上面来说，就是证明说台湾就是我的这样一个感觉啦。好，那当然了，你说台湾是你的时候呢，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台湾可能就是发一个文，就说你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可问题是这一次，我们的外交部就直接今天很硬对讲这种话，对，都直接非常强势点名批判了，他是直接。外交部严正驳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扭曲史实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文等等的直接点名习近平了。好，他说他谬论。好，他为什么这样说？他就说，你发表这个呢？第一个，你说什么在这个什么开罗宣言还有波茨坦公告是确立的什么？他是说是确立的台湾对中华民国的就台湾的主权是属于中华民国啊，不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都没有存在嘛，所以就确认了。什么叫做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根本没这回事啊！然后还提到未来的很多文章里面，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日本的这个降服文书，还有旧金山合约，还有中日合约，一大堆的公告都是说什么台湾还有周边的诸岛是属于中华民国，根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你就扭曲，对不对？然后他要说，你说什么2758号决议文的这个权威性，2758号决议文是说什么？是说这个联合国的唯一代表是由中华民国，然后变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并没有说中华民国灭亡啦。所以台湾还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啊，那他今天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所以没有所谓什么，台湾是属于目前为止你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属于中华民国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也就是说他在跟你呛虾什么？那我跟你讲了，我们台湾跟中国就是一边一国的意思啊，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中华民国，然后台湾呢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等于是，赵和他打脸了这个习近平的各式各样的说法，我就跟你讲。我们赖清德总统呢，在打一套组合拳他也是一样。你看去年他10月10号说什么？他说了你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祖国？没有，他说中华民国成立的时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早。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人民或许你要叫中华民国叫祖国，所以你看他开始。把两个国家分开，我是你的祖国，你是我的这个岁寒然后台湾的这个议题是在之前我中华民国的时代是属于我中华民国，所以我现在是中华民国的时候，那台湾就是属于中华民国，根本不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他就狠狠的打脸嘛。好，那他为什么敢这样说？我们台湾为什么敢这样说？第一个，赵委，你记不记得这个中国在讲的所谓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文的权威性的时候？
昨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一个台湾团结法，它有一个有台法案，对，他就直接否决了2758号决议，他说美国不承认这件事，所以我就跟你讲，为什么赖清德总统有那个底气？他显然知道美国未来的立场跟未来的看法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他会打台湾牌。好，那我就讲，像今天的时候，我们赖清德总统不是还见了很多欧洲的国家，很多我们外交使节，建了一个这个纪念欧战抗战胜利的80周年，很多欧洲的国家都来了嘛，德国啦一大堆的，结果我跟你讲，这个就非常反差非常大。我们赖清德总统在这个跟很多欧洲国家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野党主席去挑战这边所有的国家，去呛德国了。对，那这当然，所以我就讲嘛，这个显然是非常不智嘛，哈。那我就讲，事实上赖清德总统讲了很多话，他说什么？我觉得有3点非常重要。第一个，他说2战的胜利是人类团结起来反侵略，所以不能够用武力来侵略其他国家，是不正义的罪行。他是要讲给谁听？讲给中国听啊。对，如果你要武力侵略我们的话，是不正义的啦。好，第二个。当年轴心国都成为100%的民主国家，对，所以唯有自由民主才能够带来这个真正的发展。他说，这个权威还有侵略只会带来杀戮、悲剧，还有更多不平等。所以他又在讲谁？中国，又在讲中国威权。对，好，那再来，真实和平就不能够坐视侵略。他说，二战全面爆发是来自对侵略者野心的轻忽啊。那他在讲什么？他来讲中国嘛。所以为什么他会有所谓赖17条？他就在跟你讲，因为我们不能够坐视对于这个侵略者的轻忽嘛，所以他就说大家团结起来。你看他跟这些国家站在一起，所以就对比很强烈是什么？赵，我跟你讲，今天在野党应该做了一件事是什么？在野党应该驳斥这个习近平才对。对，为什么？当初谁带领打2战抗战胜利？国民党啊，是中国国民党。那谁去签了开罗宣言？是蒋介石。那谁去签了这个所谓波茨坦宣言？都是你们的，就你们今天呢这个议题你们不发挥，你们去跟人家站这个，所以这样完全立场错乱。我讲长久降下来之后，中华民国现在的诠释权在谁的身上？赖清德身上了。对，谁在维护中华民国主权？变成是赖清德啊！所以我就讲好，从这所以我才说赖清德有一套他的这个论述之后，慢慢他现在中华民国的这个主权论，中华民国的神主牌已经被他抢过来了。好，所以你看，这是赖清德前一阵接受财讯的专访。这一次的赖17条呢，里面来说，我们很多外交单位跟国安单位都有给他踩刹车，但是他说没赛，我觉得要这样做，因为他说如果不是不得已，对，我是不会做这样的定位。对，所以他就这样，所以说他就不得已来回应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已经藏不住他的这个担忧。好，然后他就说，相关的官员透露，当敌人不止逼近家门口的时候，进一步到厅门打后的时候，赖清德认为已经到了补破网的时间点。那为什么美方会允许台湾现在把这个立场比较踩比较硬呢？因为很简单，因为目前为止来说话，这个川普在跟中国在谈判，在中国谈判的过程里面，他说虽然不会谈到台湾问题，但是台湾绝对是可以拿来当成是这个让中国会痛的一个筹码嘛。对，好，那尤其是你看，他最近还丢出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讲黎智英。事实上，之前一段时间里面来说的话，这个曾经他之前的当总统刚出席的时候，他就说啊，我有要求这个中方要放这个黎智英出来。就他现在就说，有记者问他，他说，没有错啊，我们会把这个黎智英呢当成是一个这个题目。所以你看，他其实在跟中国谈判的立场上面来说是还蛮强硬的哦。虽然贝森特有准备跟何立峰见面，但是他蛮强硬，而且他准备好几张牌，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我准备拿出黎智英这张，对，还有当然台湾牌也是一个，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为什么习近平会那么急忙忙要跑到莫斯科去？我觉得这当然有这个原因。你看他为什么要去宣示这件事情？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这几天大家也注意到一件事，因为川普不是说要发表震撼世界的重大讯息吗？大家都认为说，搞不好跟台湾有关系，因为在前几天的时候，台湾相关的文件在这个他们美国国务院被下架嘛，大家想说，难道要改变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吗？大家会觉得说，难道要改变台美之间的关系吗？后来美国国务院说没有啦，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档案里面来说已经2年没有更新，那我们2年更新的时候再重新上资料。那不过重新上资料的时候，很多都有出现不一样的状况，而且这次还是美国的国务院哦，对，这么高层来回应这件事情，没错，这么严重吗？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是不是要搞什么东西嘛？因为中美谈判的过程里面，所以我就讲，这都是故意去台湾重要啊，对，好，那我就讲，
未来的文件里面，我们会注意到，因为在今年2月的时候，美国已经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这个立场，然后他还说两岸能够用不受胁迫、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然后另外就是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际组织，包括适当情况下成为正式的这个会员这样一个状况。我们觉得这3个，因为他现在在改版之中，改版之后呢，如果能够上架的话，这些几个是我们重要的重点。就是如果他还维持这样的立场，那当然这个对中国的压力是蛮大的。好。那除了这个对中国压力很大的话，那当然啦，那人家就问说，那为什么我们台湾有这个底气？我跟他讲，台美之间的这个谈判呢，应该已经慢慢有一个眉目了。哦，虽然说明天等一下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川普宣布了第一个国家应该就是英国了，他也都承认是英国了。那台湾会不会在第一轮？台湾应该在第一轮这个贝森特所说的17个国家之一，应该是有台湾的。那在谈判的过程里面来说，今天不是又出了一个消息吗？中华航空就是我们的华航。正式跟波音签订所谓10架777-9的广体特机，还有4架777-8F 的货机，然后还有包含9架选择权，这个总额高达118.56亿，然后折合新台币是3591亿。好，那这个到底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因为我们一年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大概600多亿嘛，那如果你能扣掉这100多亿，那不是就大幅的减少？对，所以你看。台美之间的关系还在升温之中，那反过来的话，那当然这个所谓习近平会非常紧张嘛，所以你看习近平为什么跑到俄罗斯去？但是问题是，你看他跟俄罗斯之间到底能不能够成为？他们都说啊，我们两个关系没有界限，然后他们就说什么？习近平又说俄罗斯跟中国我们都是搬不走的邻居，讲然后就说我们要同心协力，怎样。但是问题是，国际都怎么说？你看。这是国际上面的报道，他说什么？他说有一句他还用中国有一句成语啊，叫做“同床异梦”。他说这能够很贴切的形容中俄两国的关系，然后他们的这个无限制伙伴的关系仍然存在的限制。为什么存在限制？所以他们没有想象中这么好、这么合作、这么麻吉、这么兄弟。当然没有这样。照我跟你讲，他们两个国家光是领土的问题就吵不完。你记不记得我们赖清德总统说，你要收回台湾，你先去中国，你先去把以前的清朝的土地把它收回来吧。俄罗斯侵占多少土地？这个你看，这目前为止真的有心结。这目前为止，中国很多民族主义者他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状况嘛。然后俄罗斯呢，他们很多民族主义者也很担心说会变成是中国的附庸嘛。所以两个国家当然是都会互相有猜忌的这个状况嘛。那尤其是两个国家，你看这个普丁他是信什么？他信这个所谓东正教嘛，他有教义，他有信教啦。那你这个共产主义你是要摧毁你是无神论。所以他们两个国家基本上意识形态，还有包括说两个国家的相处本来就不太一样嘛。我跟你讲，如果假设为什么这个习近平要去访问这个莫斯科？因为现在搞不好川普把他拉过来，俄乌和解了之后，搞不好就可以把莫斯科拉过来啦。他可以给莫斯科更多莫斯科想要的东西呀。莫斯科到底是比较想要跟中国改善关系，还是比较想要跟美国改善关系？当然是美国。美国解除他的经济制裁，他就好很多啦。所以我就跟你讲，那习近平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啊。所以你看，习近平现在又丢出另外一件事，就是芬太尼，对不对？那因为今天呢，这个川普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有提到。他认为芬太尼非常重要，他一定要提芬太尼这件事。所以呢，事实上现在呢，北京已经开始准备要用芬太尼，他们目前为止准备派出王小洪到美国去访问，然后厘清这个美国到底是要我们芬太尼做什么样一个状况。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个之前的时候呢，这个所谓上次的这个对中国加征的20%的关税来说的话，是中国因为原本芬太尼20%是这个川普说，我要对你加征，对，但没想到呢，这个立场是习近平所误判。因为误判，他就认为说你这个加征你不会加征了，就没想到就加征，真的加了，对，就加了之后，结果没想到就一连续的误判下去。如果在当初这个川普讲到芬太尼的时候，如果你快速的去跟他沟通，或许就没问题嘛。但是你没有跟他沟通嘛，你不理他嘛，不理他就对你课这个关税，开始整个关税战完全失控。所以我跟你讲，实际上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就是美国其实目前为止来说政治用很多组合拳在跟中国对抗。那中国现在也知道这个他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他开始在拆弹。那你看他拆弹的方式，习近平出国嘛，然后另外就是王小洪可能会去美国嘛，另外就是贝森特嘛，贝森特跟何立峰见面嘛，所以可见他内部压力也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赖清德总统就打出了一张牌，谁说你是我们的宗主国？事实上，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才是你的祖国。宇轩，我们刚刚有提到抗日是谁打？国民党打的。他现在讲这种话，然后国民党真的都没有声音，然后反而是赖清德这个地方声音还比较大。
赵尔，这个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讲哦，现在在国际上啊，要争所谓的话语权与主导权呢，有什么？比如说二战这件事情呢，很简单，中国共产党啊想要掠夺以及篡改这个史观，对，变成是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二战，但这个当然是假的嘛，这不会是一个事实嘛。那真正的事实是由中华民国，而当时的政府叫做国民党。对不对？所以共产党想要把国民党这个话语权给吃下来。对。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啊？其实今天纪念欧战胜利80周年，或者是你要纪念在亚洲战区，也就是对日抗战，那个应该要站出来的主体性，应该要接受这个表扬的是谁？国民党啊，中国国民党嘛。朱立伦应该要出来啊。今天纪念欧战胜利80周年活动有国民党吗？完全没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角色啊，没有他们的存在啊。所以是国民党拱手把这个话语权让给谁？让给赖清德嘛。所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以为说是中国共产党想要掠夺中华民国这个符号？不对，国民党在国内就已经被民进党给拿走了。那反观国民党，在干嘛？在干嘛？在吵架，在吵架。在找德国吵架，在找欧洲列强吵架。你知道国民党吵架什么吗？他第一个，他对德国痛批说：“当时是我国民党呢，中华民国呢，是我国民党打胜战呢。”然后你知道他说跟德国说什么吗？你们是战败国。吵架吵这种，说你是战败国你要向我道歉才对什么我跟你道歉？他说是你们屠杀犹太人是你们搞这些纳粹主义国民党在搞这一套，然后呢跟世界列强吵得不可开交，跟世界列强宣战了。妈的，欧盟也吵啊。荷兰也吵啊，比利时也吵啊，以色列也吵啦。对，你国民党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去跟人家讲说什么纳粹，跟人家讲什么希特勒，然后这个讲这就算了，因为德国人民，你要理解一个概念他们不是加害者他们是受害者对，你懂我意思吗？他们也是同样在当时纳粹体系下，很多德国人也因此而受害好不好？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个我们讲的纳粹就如同228事件，不是所有人都是国民党。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你国民党去提这一块，那好啊，那最后那刚好为什么？你看赖清德完全不予以回应，也不予以表达，反而是他们跟这些我们讲的，你看世界各国，然后站成一团，全部都开战了。对啊，那这个就让大家想起一件事情嘛，你知道为什么朱立伦会这样子吗？为什么？我刚才上一节没讲，但是呢，我现在跟各位报告，因为他在选党主席，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嘛。还要搞这一招？为什么他要搞义和团？为什么他要跟八国联军抗战？我问你嘛，慈禧那时候为什么要找义和团？维稳政权嘛。他有没有想要去打赢那些人？没有啊。他那时候慈禧面对到有一些政变，有一些变法，他要找一个刀枪不入、神功护体的来维稳自己的政权嘛。那请问一下，这些人能不能打？不能打，当然不能打嘛。那请问一下，你去战八国联军，会不会增加你的民调？会不会帮助你的大罢免？对这些有没有意义？都没有，对，一点意义都没有。OK， 但为什么他要这样干？因为理由很简单，他要拥抱深蓝。那只有深蓝只有他最坚定。他能够去拥抱深蓝吗？刚刚已经讲了，你应该是国民党要出来扛啊，国民党要出来讲啊，抗日是我打的那照着你讲的那个叫正蓝。OK， 那个东西现在跟国民党已经脱钩了嘛？你讲的是反共的国民党嘛？你讲的是拥抱两蒋的国民党嘛？对，你讲的是对中国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国民党嘛？对，拍谁鸡巴吹毛啊？因为都被扫地出门了。OK， 那些正常人都已经被正常人给扫地出门，因为他现在变得不正常人了。OK， 扫地出门了。现在身在里面的，你知道是什么哪一种国民党吗？染红的国民党。我讲的深蓝是指红统派嘛？他说爹亲娘亲哪有中共亲这种国民党啦？黄复兴的不是你不要说我污蔑他们嘛？你去看每次中国阅兵的时候都是谁去？都你国民党的这些高层，对不对？最近谁在见共产党？谁去我们讲的见一下建国台办，一下跟中国我们讲的在那边卑躬屈膝，都你国民党的人。对 ，OK， 这个才是朱立伦要的。所以朱立伦现在你以为呢？他是在跟世界列强开战？各位，不好意思，他现在已经开启他的党主席模式，所以对他来讲，拥抱深蓝要多疯，他就疯给你看。张老，我们一开始在提的时候是说，今天包括了习近平，包括了普丁两个人见面，我们这也有说，这是一场最危险的阅兵或最危险的见面，因为泽伦斯基已经讲了，我会轰，而且他真的会轰，他今天已经轰过了，那为什么一定要见面？那一定要见面的时候，他们想的到底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这是典型的那个相报取暖哈，就是俄罗斯现在必须向美国发信号说，你看中国还支持我，然后现在习近平呢也是要向美国发信号说，我跟普京还是 OK 的，就是两个抱团取暖的概为了念。取暖，再危险都要去。哎，现在变成哎，他当然有危险了，不过所以有人说哈，这一次去的可能不是本尊，是替身，也有这种说法，因为他啪一出去以后政变掉了，被政变掉了嘛，对不对哈？总而言之，习近平等于在做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搏了啊！因为哈，他说不定真的在国外的时候，在国内被政变掉也有可能啊。对啊，因为这种事情发生过嘛哈。那如果假设没有的话，人家会看说你这一次去取得什么成果？对，普京现在坦白讲已经打不下去，等于在硬撑。然后呢，习近平去的话，等于在证实说中国在支持俄罗斯的侵略。那你想想看，他这个去的话，对中国形象是很大的伤害。你照理说，你中国再怎么讲的话，应该是反对侵略嘛。那你现在去的话，等于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你是支持俄罗斯的侵略嘛。那你这样子的话，这个美国很容易对付你嘛。所以你现在很可能没有办法解除自己可能被美国的那些技术限制、技术制裁，然后接下来可能还有金融制裁，就是包括所谓中共高官在海外的资产可能都会被冻结。那将来的问题还更多，就是美国可以说，因为你们两个在互相支持对乌克兰的侵略，所以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对中国的制裁，可能或者高关税等等，包括对俄罗斯2级制裁，可能都会继续强硬下去。所以习近平到底要取得什么成果呢？一个大问号。这样，我们刚刚有提到，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之后，他身边他太太没有去，彭丽媛没有去。我们再回头去看越南的时候，彭丽媛也没有去。如果照你刚刚讲，怕政变，好，如果真的去了，他是把彭丽媛当人质吗？会有这种可能吗？把他留在中国？哎，我们想象两种情况，一个是习近平本尊去莫斯科，对，这样的话，彭丽媛等于坐镇后方，预防可能的政变。哦，是坐镇。因为彭丽媛号称叫山东帮，他其实也是有一股势力，所以习近平本身不是有什么浙江帮、福建帮、陕西帮嘛，对不对？那彭丽媛算是习近平势力里面的另一股势力，所以他等于坐镇后方，预防可能的不利的那个政治发展。对，那如果是替身出去的，对不对？那彭丽媛不能跟着出去啊，因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到最后会睡同一个房间怎么办？所以我说他们很可能就是说，你要么替身出去的话，彭丽媛要跟他住一起，当然不方便嘛。对，那很可能假设是本尊真的去，那彭丽媛坐镇后方，预防可能的政治变化，这个可能性最大。宇轩，现在习近平怕的不只是政变，还怕的是什么？拳头，怕谁拳头？美国拳头。之前一直讲说印太部署，印太部署。现在真的是哎，对，没有错。赵尔为什么？因为这一次在冲绳加总要基地哦，他特别做所谓的大象走路。但大象走路呢不稀奇，而稀奇在哪里呢？各种珍稀异兽呢，全部都等你们抬出来了。比如说啊，这次大家最常见的 F-35A， 坦白讲这是顶级战机啊，但这个已经大家每次在看了嘛，看腻了。但呢，包括 F-15E 呢8架，也给你通通的罗针这个兵阵入列，全部呢都给你展示出来。甚至还有一个最新的战收的，叫做 HH-60W。我们讲它外号 AKA 叫做快乐绿巨人2号，快乐绿巨人你不要觉得很快乐哦。我讲看到它你一点都不快乐，好不好？给它也是火力展示，等于说把这种新型的这种我们讲，包括 NQ9啊、NC-130J 啊这种传统大家最熟悉的，通通一致的给你摆在这边，有空拍呢，有现场，而且甚至是能够憨 K。什么叫做稀客？就是他所谓的爱国者飞弹的发射车，换言之，他已经跟你讲说，我们这边的战备已经全面到位，包括我们的预警机，包括我们的咆哮电战机，我们相关的所有的系统，通通呢都给你呈现开来，而目标对象敌国只有一个，就叫做来犯中国的侵略，我们要把它杜绝于在外。但是各位啊，这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刚才看的只是静态的表演。因为现在呢，大家也知道，冲绳这个地方呢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冲，所以呢，他们也还进行了一项非常有日本特色的军演，而这个军演呢，也是针对中国而来。这个军演叫做开九 ，OK， 开九怪兽语。为什么叫做怪兽语呢？因为理由很简单，它的各个科目，比如说它有一个科目叫做跳伞，它就用日本话把它改成叫做乌鸦黎明，所以你就看到整个人员呢，就如同我们讲的他们的夜莺乌鸦一样，从空中降临，带来了我们讲死讯。要给你我们讲震撼教育，甚至呢，他们还有这种我们讲的实弹射击的演练。
叫做琉球锤。而这个琉球锤呢，就是包括所谓的 N240B 这个机枪以及榴弹的发射器，来针对海军陆战队呢实地的开打。你看哦，它那个弹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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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打过排击就知道，它是真的。我们讲的，它是这个就是琉球锤，对，没有错，这就是所谓的琉球锤演练。但最为特别，其实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因为即便你是要拦阻于外，但是新形态的战争，特别我们讲到的，包括陆军、包括海军陆战队，也要纳入的是什么？武士刀。你说宇轩啊，武士刀不看吗？就以前我们讲的日本哦，拿那种刀相搏，这怎么会是新形态战争？不对，美国有一种刀叫做弹簧刀。日本的无人机叫做武士刀，所以你看啊，他是说包括无人机一些战备的操作，在这个伊江岛有海域征收啊，甚至我们讲通讯联系啊，甚至是火力演习啊，而它使用的是这个 Skydio X2D，OK， 也是我们讲新型的无人机，直接在现场示范给你看，而且呢，你还会看到我们讲的美军啊这种交错的这种阴影，甚至是它还包括所谓的无人的潜艇潜航这种回收的训练，以及相当的雷达的搜寻目标，换言之，打收，它全部的都把它囊括在这个演习里面，这就是我们讲的怪兽语。但真正可怕的在哪里？美国不只是要针对日本呢加强它的战备、军备以及相关的演练，它是要重新的全部调整对于台海战争可能发生战争之间它的部署。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大家最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台湾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多久可以支援？他现在跟你讲，我们不玩这一套了，我们直接呢要战略灵活改成跳岛部队。所以你看完他的整个战略想定之后，你再看看他的部署，就是他自有他的目的跟道理存在，甚至是呢太平洋陆军司令啊，他都特别讲究，他说，哎，对啊，现在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是非常时期。什么叫非常时期？也就是当中美谈判呢，两岸关系特别敏感之际 ，OK， 他说这个东西啊，意味着一旦爆发战争，我们必须要立刻第一时间就在这个战线上。所以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包括台凤，他曾经被这个 C1管。再到我们讲的菲律宾去做相关的战略跟部署，以及呢，它这个不是只有单一的个案而已哦，开始在陆续，包括菲律宾、包括巴丹岛、包括我们讲第一岛链、包括日本、包括南韩，都在部署这些飞弹的打击系统，甚至是不只是东西运过去而已，它连人都要跟着你一起运过去，而且去了不是说就算了。还要实地的进行演练，而且演练的项目没有别的，就是反登陆。各位啊，我请问一下，菲律宾会有人去登陆它吗？当然不会啊。它所谓的反登陆是什么？就是我们讲针对中国解放军的这种反登陆作战，甚至连海马斯火箭一次6发全发，它打击的对象是谁？就是我们讲的水中的目标。那你再加上我们之前讲过的所谓的反舰，以及我们讲过的 Nemesis 这些所有的系统。它现在的营役俱全，但更可怕的是什么？它不是只要针对台湾而已，而是美国自己本土都要开始大规模的进行所谓的重新军队整顿再造计划，而这个计划叫做复制者2。照我们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讲过复制者2？对，就是要打造大量的无人机，然后部署到陆军。现在还有第2代了。对，而且这个第1代要归功于谁？归功于乌克兰。为什么？因为第1代的所有的无人机，它的想定、它的设计都是拿来做实验使用，也就是我派到乌俄战场去，我也不知道呢它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它效果如何。但是现在这些数据大量的传回来之后呢，它创造一个新的叫做红龙，这是 AeroVironment 它所创造的新型的无人机。首先，这款无人机克服了一个问题，这个叫电站干扰的问题。什么叫电站干扰？以前呢，因为它都有搭载所谓的 GPS。所以很容易呢，你只要飞到哪里，都会被敌军呢，它有一来一往的讯息收发，都会被掌握。那掌握之后呢，就很有可能被击落。他说，未来我们用光学扶持，什么意思？我跟各位讲白话文，就不用 GPS 了，它不需要 GPS， 完全不用 GPS， 所以你侦测不到它，而且它也有我们讲的空速的这种我们讲的感测器，以及雷射的这种测距器，代表说它不会碰撞，而且它可以清楚知道自己的坐标，知道自己的定位，来协助辅助，然后不需要无人机，同时可以飞200公里。再来，它强化对敌杀阵的这种功能性，什么意思？消音。他说这台无人机啊，你平常在飞的时候，你都看不到它。它必须要越过你的头顶的时候，你还会侦测到。所以各位，你想想看，当所有美国的我们讲陆战师都装备这样的无人机之后，对他们来讲，已经不再是地面部队，而是具有3D 立体作战能力的空间部队。这边我们刚刚看到了美国的现在军武实力越来越强，但同时在这个印巴战争里面，印度现在真的把脸都丢光了。为什么？现在包括印度，包括了法国，包括俄罗斯，他们想说，我给你飞机，我给你飞弹，脸都丢光了吗？对，在这2天哈，印度跟巴基斯坦他们各自的空域爆发了，算是这几年以来国际的这个区域冲突当中很少见的一个大规模空战。据说
印度跟巴基斯坦双方都出动了高达总共加起来总数大概是125架的这个战斗机，其中呢，这个印度它甚至出动了他们跟法国买的标风战机，还有出动了跟俄罗斯买的米格29，还有跟这个俄罗斯买的苏凯30战斗机，还有米格21战斗机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其实都是精锐的这个战斗机哦。对。那巴基斯坦那边呢，它也有出动了这个，有一说枭龙，那也有一说是这个中共这个出口型的歼10C的这个战斗机，起码有7架参与了这次空战。巴基斯坦副总理达尔他就证实，我们击落了印度的5架战斗机，其中呢3架的法国标风战机，1架苏凯30战机，1架米格29战机，哇，击落了5架都是算蛮精良的战机。那这个战果可算是辉煌哎。对，这是近代的这个区域冲突，不管哪一个国家跟哪一个国家发生战争，空战来说很少见，连法国标风战机都掉了3架。当然啦，印度一定会否认，你那个是2021年跟2024年去年的盗图，没有，我们没有这个战斗机坠毁，我们每一个飞行员跟每一个战斗机都平安回到了印度的空军基地，没有人这个作战牺牲，也没有战斗机损毁。可是呢，后来大家就看到，因为在巴基斯坦的这个他们的当地的旁遮普省旁边的一个普兰加的一个那个村庄哦，他发现的说，哎，这个不是。米卡就是其实我们幻象战机也有，米卡的就是云母飞弹跟它的挂架发射架，那你看到这个它是圆形是这样，那结果这个残骸怎么会出现在巴基斯坦？米卡其实不只是用幻象战机，也是用刚刚我讲的法国制的标风战机，所以真的被打下来。而且你再来看这个是什么？我就跟大家讲啦，这个也是在巴基斯坦那边当地发现的它的这个残骸，这个是这个战斗机的发动机，也就是说发动机很重要哦，它是一个整个。其中它的喷嘴上面都有 M88的型号，那 M88是什么？其实就是标风战机专用的。M88发动机是涡轮风扇发动机，可以说是标风之星啊。掉在巴基斯坦，你不会吧？发动机掉了，飞机还可以飞回来啊？当然不行啊。所以啦，印度说这都是假的，那人家就发现的就掉了，还被农村村民捡到，还告诉巴基斯坦，还报这个，而且 CNN 也证实了 ，CNN 也去报道也采访了。那你现在要讲人家是假的，现在弄得法国有点火大，传出来说法国告诉印度哦，你们的飞行员不要再飞我的标风战机。要不然我的标风战机是我法国军火的国际主力，我很难卖啊。有这种事情？我昨天不是讲印度空军飞行员的素质堪忧吗？对。那你现在飞了法国的这么精锐战机出去打这个战果，打成这样，那俄罗斯可能也很火大。法国大概是最大的苦主，排名第2就是谁？俄罗斯啊，因为我好歹我的技术转移给中共，中共才能够去仿制其他的不怎样的次级产品。你这个标风算是这个4代半的战机了，那你这个米格29跟苏凯30也都不差，你竟然还被人家歼10C一打下来，一个掉1架，我俄罗斯的脸往哪里搁？你要知道，苏凯30跟米格29也是这几年在国际间，俄罗斯要卖给其他国家的一个主力外销型，印度就是最大的买主。你现在这样子，你看米格29的残骸也在巴基斯坦被寻获，你这样俄罗斯普丁。他怎么会想要见印度总理莫迪？你最好不要来。你把我卖给你的战斗机都被人家打下来了，你叫我如何启齿？所以一下子印度一场空战呢，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法国跟俄罗斯的脸。那之后让他们这2个国家在军武市场上会变成一个大笑话。但是我刚刚不是提到说印度跟巴基斯坦特别在各自的空域去打这场空战，没有飞到我的意思说，印度空军战斗机没有飞到巴基斯坦空域，巴基斯坦的空军也没有飞到这个印度的这个空域。这一场被代号叫做新杜尔行动，为什么他们这么克制呢？就是因为当时他们2019年有一个印度空军的飞行员就这样子飞到了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空域，然后后来被击落了之后呢，他被俘虏了3天。然后结果印度后来丧事喜办，把这个飞行员大肆迎回了这个印度国内，还说他是印度的国家英雄，怎样。但是事实上，他曾经出现在巴基斯坦的这个他的电视的这个新闻报道的画面上。但不管怎么样，印度在用这些这个武器的时候呢，都让各个国家恐怕以后会这个特别捏一把冷汗。比如说啦，他们之前在发射了这个布拉莫斯的飞弹。布拉莫斯其实是印度的国防 DOD 他们的一个国防设计局跟俄罗斯的切洛梅设计局，他们一起印俄合制的一场这个一款算是射程范围在300到500公里的飞弹，可以攻海洋上面的舰艇，海上的舰艇也可以这个反陆这个攻击陆地上。
结果没有想到，当时这个印度啊，在攻击巴基斯坦的时候，没想到应用了这一款的这个布拉莫斯飞弹，竟然去打到他自己的拉贾斯坦邦，打到自己的领土了。对，还没有去打到巴基斯坦，你只是射到他自己临接巴基斯坦旁边自己的领土上，掉到自己的这个花园，所以你就知道说，印度在使用这些武器的时候呢。以后各个国家可能都要特别叮嘱印度，你好好使用，好好的这个驾驭，否则不只是赔了我们的名声，也让你印度在国际间变成大笑话。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